大家好，欢迎回到松树细语。2年前的今天啊，就2022年的3月21号，从云南昆明飞往广州的东航 MU5735航班啊，从昆明机场起飞之后啊，再也没有到达它的目的地。那这个就是著名的东航321梧州空难啊，这是近年来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严重的空难之一。那这个事件啊，在2周年之际啊，在昨天，中国民航局呢又发布了一个阶段性的调查进展啊，很多朋友看了以后呢都表示不解。那在讲这个调查进展之前啊，我们先回顾一下，在过去啊我做的相关的这个视频，这是呢在去年发的一个短视频啊，就是模拟了 MU5735航班啊它坠落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数据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当时他们公布的这个高度以及相关的速度来做的。可以看到啊，在飞机平稳飞行过程中，突然之间就急剧失去高度啊，在这个梧州地区这个上空啊，突然都坠落。大家可以看到啊，左边的现在这个椭圆形的这个镜头啊，这个区域啊，是当时啊梧州周边的一个矿监控拍摄到的画面。可以看到啊，它垂直的、笔直的砸向地面。那这个情况和飞机正常的施工啊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空难发生之后啊，无论是民间的航空爱好者、模拟这个飞行的爱好者，还是专业的飞行员，乃至普通老百姓，都没法理解一架正常飞行的飞机怎么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动作来。有人解释说呀，这在航空上是有个术语的，叫什么呢？叫 CFIT 啊，就是 Controlled Flight into Terrain， 就是它就是说飞行员或者机组人员的控制下，由于空间定位失误或者对地形的认识不足，导致飞机与地面的障碍物碰撞的情况。那简单说呢，就是 CFIT 发生的时候啊，飞机人员没有意识到飞机正在靠近地面或者障碍物，直到碰撞发生。那这个在过去的很多空难电影中啊，大家可以知道，盲降的时候，由于高度指示的错误，他明明已经很快靠近地面了，他以为还有几十米、上百米的高度，他往下一推，飞机就急剧坠落，发生撞击，空难就发生了。但是这个情况和 CFIT Controlled Flight into Terrain 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就感到这完全是刻意的、主动的让飞机撞向地面这个行为。如果一个正常飞行的飞机在接近巡航速度每小时800公里以上甚至更高的这速度情况下，它即使发动机双发失效，它也不应该出现这个情况，它应该是一个缓慢的滑行过程大家知道，在战斗机失事的时候，大家可能小时候都看过类似电影，它会进入一种螺旋状态，是吧？螺旋状态呢也是这样盘旋，而不是说一动不动的笔直的插向地面，而且是在飞机没有解体的情况下。所以用 CFID 来解释这个事情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在这个民航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很多朋友都觉得人的因素可能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民航的具体的它的调查报告那么当然在过去我还做过其他的几个视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些随后给大家放一下吧。那么民航的这个报告呢，其实也是比较简单，一页纸他说经调查事发航班飞行机组及客舱机组持有效执照证件飞行执勤，休时时间满足规定，就是手续都全。那么当天飞行前体检合格，机组资质之配置符合要求，事发飞机适航证件有效，相关维修人员资质符合要求，起飞前没有发现飞机系统、机身结构、发动机存在故障或者异常情况，没有故障保留，起飞机场当天的作业保障人员的资质也符合要求，实施设备工作正常，作业和这个操作符合工作程序，相关空中交通管制的人员的资质也符合要求，通讯导航监视设备工作正常，事发前无线电通讯和管制指挥也未见异常，事发前飞机所在空域及航路的飞行高度没有危险的天气这种报告事发前航班的装载也符合要求，无申报为危险品的货物和邮包，无证据表明货物、邮包和行李中存在危险品。
那后续啊，这个调查组还会继续开展实验验证及原因分析工作，来调查进展情况，并及时发布信息。嘿，大家听到了吗？当然，这不是完整的报告啊，这是完整报告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给大家归纳，就是说所有的证件、所有的人、所有的设备都符合规定，飞机没有故障。基本上从这个报告来看出，飞行前飞机硬件没有隐患，没有任何隐患。不光手续上，而是实质上，还是它的这个维修报告上，飞机没有问题。起飞前啊，那么健康，人员的健康也没有问题。但这里边啊，很显然他没有提到人的心理的因素，人为的，就是人他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健康他没有发热，是吧？这个那时候天天扫码呢还，所以到现在为止啊，结合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情况，在2年之后，在2个黑盒子已经拿到了 NTSB， 就美国的这个相关调查机构，2年之后给了一个报告，说一切正常，一切正常。所以这2年的报告，我们认为啊，他们好像就调查了一个寂寞，起码从公布的情况来看，那飞行员的心理状态怎么样，他的意图，他的操作行为，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事故调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他们都留白了。他留白了，他没有说没有，但是呢，他根本就不提。所以这里边啊，在这之前啊，很多的飞行员啊，包括一些模拟飞行爱好者的一些实验数据就表明，这是一个可控的飞机的这么一个行为。那当然了，现在呢，他们说还要做实验，做什么实验啊，也没有公布。那当然这里边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中美2国的这个角力，以及经济上的非常大的利益。刚才我们说这个 CFIT 事故是吧？那很多飞机都装备了地面接近警告系统是吧？还有更先进的属于增强型地形靠近警告系统，难道这些系统都失灵了吗？大家知道马航370事故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关闭了所有能够监测到的行为的东西，都是人在主动的规避这些信息的泄露。所以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空难调查中呢，也存在这个问题。这个信息泄露呢，是现在调查组他在主动的规避有价值的信息的泄露，他没有说飞行前航班的机组人员他是个什么心理状态，他有没有问题？为什么东航在事故发生后很快就展开了对相关一线人员的心理干预的这么一个培训和调查？那么在这个事故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中美2国的这个关系问题。大家知道啊，这个一般像这种事故发生之后啊，都是航空公司这个飞机制造公司以及所在国家的民航调查部门共同来完成的，对吧？那这2个黑盒子已经交给了美国的 NTSB， 1年后还没有公布相关的内容。从里边可以看到啊，这个中美确实是在相互制约，但是我觉得还是我要表示一个谨慎的、悲观的这个乐观，谨慎的乐观。当然可能会有因为经济的原因可能最终的真相还不一定能给泄露出来。像中国民航局、东航公司、波音公司以及美国的 NTSB 这里边呢，其中像东航和波音公司是最直接的利益关联方。数据的泄露就是数据的对双方不利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比较早的这个公布，对他们的经济利益都是有很大影响的。那么从这次阶段性公布进展来看，已经排除了飞机起飞前硬件的故障，那现在很有可能就是人为的原因。但是如果最终的结论指向了人为的原因，对于波音公司的商业利益来说呢，可能带来不会那么巨大的影响。如果是飞机质量的问题，那就影响大了。但是呢，波音公司依然要考虑中国民航局对波音的这种压制利益上的这种要挟等等，所以这种利益纠葛就是导致这个空难可能他家属长期处于这个蒙在鼓里的这种状态，没法得到真相，这是特别让人气愤的当然这只是我们一个猜测如果是纯粹的人为的原因，波音公司它也不会断然的公布这个情况，除非中国民航局就把这个屎盆子扣在波音公司身上。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在微博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评论，那么大家呢都在指出
你突然这个情况，除了人为原因，就是遭遇了类似于空中被击落的这个状态。但是空中被击落也被排除了，因为飞机没有解体，没有起火呀，在坠落前，所以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人为的原因。那当然，在民航调查报告留白的空间里边，也没有，就是说彻底的排除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突然遭遇的这个质量的突发啊。但是毕竟啊，飞机在整个坠落过程中基本没有解体啊，只有一个，应该说有一块部件呢散落在周边，可能是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操作，造成了飞机唯一的一个部件的脱落。所以现在呢，看起来啊，这个飞机即使是在尾部整个掉落的情况下，也不应该出现我们现在图示中的这种飞行的行为。所以现在啊，我们看，对于这些空难家属来说呀，看一下这个现场啊，这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个 MU5735啊，它的坠落地的这个位置啊，在2022年啊，当时我做过几个视频，都用了相关的数据。可以看到啊，这是在2022年4月份的卫星图片啊。那看到这个坠落位置啊，整个这个山沟里边这个地面已经清理完了，因为当时呢是坠落加着火，所以看到周边的这个山谷里边的植被啊是有一些浅绿色的。这个坠落位置呢已经没有了，但是两边呢还有很多临建的房屋，这些临建房屋呢都是空难救援所用的啊。那这是2022年的这么一个图。那我们再往前看，2022年1月的时候，大家看这是坠落前是个什么情况？这山谷里边啊有很多作物树，也没有这是临建的房屋，对吧？那么在飞机坠落之后呢，整个这个小村里边的寂静也被打破了啊，加了很多的人员，甚至啊，你如果把这个图往大里看，所有的路口都有岗楼和哨兵啊，全部堵住了。记者啊，你这个人你是插翅难进，是吧？那再往后看呢，这是在之后啊，2022年的7月份，可以看到当时这个调查组的房屋还没有撤走。我们再往后看啊，到了2023年的1月份，这个相关的房屋啊已经撤走了，但是往远处看，路口的几个岗楼还没有消失。那现在呢，这个在2023年1月的时候啊，这个山谷里边的一些植被，大家看到颜色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可是专门啊有一些杂草啊就开始生长啊。这个大自然强大的恢复能力啊，已经开始恢复它原状了。但是啊，这些空难家属2年之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们心中的创伤啊，是永远也不能愈合的。那好的，这就是关于中国民航局关于东海 MU5735 2年之后的一个让大家不能满意的这么一个调查的一个简单介绍。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